我老婆是金牌律师，年薪100万，他妈一直觉得我配不上她，天天在家里挑刺。那天岳母又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当众羞辱我。我答应了，转身离开。3小时后，老婆被事务所连夜辞退，她最大的客户撤了案子，全家人慌了神，疯狂打我电话。我看着屏幕，把手机调成了静音。今天必须离！这个穷鬼一天不走，我一天睡不着。青离，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妈，就马上跟他离婚。妈，你别说了。我不说，让他继续赖在我们家。他一个开破咨询公司的，配得上你吗？你一个案子赚的钱比他1年都多。姐，妈都这样了，你还犹豫什么？一个男人而已，没了再找。青离，你妈是为你好。你现在年轻漂亮又有事业，何必拖着一个没用的男人？他帮过你什么？你这几年给家里买房买车，他出过1分钱吗？这套房子是我婚前买的，写的是沈清离的名字。那辆车是我用鸿城集团第1笔顾问费买的，也写的是沈清离的名字。泰和律所当年差点倒闭，是我把鸿城集团的长期法律顾问合同交到他手里，他靠那个合同成了律所合伙人候选。这些事赵美兰不知道，沈家人也不知道，沈清离知道，可他从来没说过。今天赵美兰闹成这样，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许月，要不我们先签个协议，只是先稳住我妈，等她冷静下来，我们再谈。姐夫，听见没？识相点吧。行。你早就准备好了？真签了？签了，房子归你，车归你，家里存款归你，我个人名下债权债务与你无关。姐，他还挺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东西可分。早这样不就完了？装什么深情？青离，签！许燕，你别闹。不是你说先签吗？你还愣着干什么？他自己都签了，赶紧签！青离，你妈身体不好，别再刺激她。识相的，赶紧滚！以后别再来缠我女儿。许燕，你今晚去哪儿？跟你没关系。你什么态度？青离，别看了，这种男人走了是好事儿。明天妈给你安排相亲。徐总，回公司还是回公寓？回公司。好的，徐总。沈家那边出事了。没事，离了。徐总，要通知法务吗？已经通知了。于主任，薛总，这是怎么了？沈律师，鸿城集团决定终止与泰和律所的全部合作。全部？包括正在进行的并购案、股权纠纷案、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薛总，是不是哪里有误会？下午我们还确认过明天的材料。没有误会，这是董事会的决定。主任，我可以跟韩东解释，如果是方案问题，我今晚可以重做。不是方案问题。那是什么问题？沈律师，你应该比我清楚。许燕，不可能，他只是做企业咨询的，认识几个老板，但不可能影响鸿城集团的，更不可能让鸿城集团连夜撤案。青离，你跟鸿城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知道这个客户对律所有多重要？我们全年40%的营收都来自鸿城，你说你到底做了什么？我没有得罪鸿城。那你得罪了谁？青离，律所合伙人委员会刚刚开了临时会，从现在起，你暂停所有客户工作，手里的案子全部移交，你的劳动关系也要解除。解除？主任，就因为鸿城撤案，你要辞退我？不是我要辞退你，是合伙人委员会一致决定，鸿城要求泰和后续任何业务不得再由你接触，其他几个客户也在观望，我们承受不起。
沈律师，交接请尽快。鸿城新的代理团队明早9点进场。新的代理团队是谁？许氏咨询法务协同中心。许氏咨询的负责人是谁？许燕。许燕，你丈夫？姐，完了！我新买那辆车，4S 店说贷款过不了，他们还说我之前的担保材料有问题，是不是你律所那边出事了？经理，你到底把许燕得罪到什么程度？经理，怎么回事？你弟的车贷怎么停了？银行还说我们家信用资料要重新审核。你不是大律师吗？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姐，你是不是得罪客户了？我刚才打听了，泰和律所出事了。网上有人说鸿城撤了案子。撤案子？什么撤案子？我被律所辞退了。你说什么？姐，你别开玩笑，你不是金牌律师吗？他们凭什么辞退你？因为鸿城集团终止合作，因为我不能再接触他们任何业务。那你就去告他们！你是律师，你怕什么？他们凭什么说辞就辞？妈，你知道泰和每年靠鸿城赚多少钱吗？鸿城一句话，主任亲自让我交接。洪成为为什么突然撤？不会是许燕吧？放屁！他有什么本事？他要有这个本事，还能在我们家忍气吞声3年？请问这里是沈清离女士住所吗？我是。沈女士，我是许先生委托的律师邹婷，这是正式离婚协议确认函和财产说明。什么财产说明？房子车子都归我女儿了，协议写得清清楚楚。你个穷鬼还想分，门儿都没有。协议确实写明，现登记在沈女士名下的房产和车辆归沈女士所有。那你还来干什么？但沈女士名下这套房产首付款来源于许先生婚前个人账户，车辆全款也来自许先生婚前个人账户。许先生已经放弃分割，不代表赠与关系中附带的债务豁免。什么意思？意思是许燕先生不争房子车子，但与房子车子相关的贷款、维修、税费以及沈耀祖先生车辆事故赔付中有许先生垫付的款项，需要按协议附件进行结算。关我什么事儿？去年11月，你驾驶许先生车辆追尾，许先生垫付赔偿款38万6千。今年3月，你以创业为由向许先生借款25万。今年6月，你母亲赵女士以装修为由向许先生借款18万。以上都有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那是他孝敬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赵女士写的是借，沈耀祖先生写的是下个月还，许先生保留追偿权。另外，许先生让我转告沈女士，明天上午9点，民政局门口见。如果沈女士不到，许先生会按协议起诉离婚。他敢！赵女士，许先生还让我转告您一句，他说从今天起，别再叫他女婿，你不配。经理，你马上看邮先，鸿城刚发来第2份函，他们要追究你泄露客户信息的责任，函件抄送了律协。沈女士，许先生还说，这只是第1份。鸿城那边提交了你和客户资料往来的截图，他们认为你私自把并购案底稿带回家，还存在外泄风险。律协如果立案，你的执业证可能会被暂停。我没有泄露客户资料。经理，我信不信不重要，现在鸿城要的是态度。律所已经决定配合调查。主任，我在泰和7年，鸿城的案子是我一个通宵一个通宵熬出来的，现在出事儿，你们连查都不查，就要认定是我的问题。你别怪我，你应该去问许燕。他说什么？什么泄露客户信息？你动过我书房里的材料？我就拍了一张桌子，谁知道那是什么文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准进我书房。我又没偷你东西。再说了，那朋友圈我早删了。删除不影响取证，截图时间、转发路径、后台留痕都能恢复。清理，你别吓你弟，他就是发个朋友圈，哪有那么严重？你是律师，你肯定能解决。清理，现在最要紧的是找许燕。这事儿既然是他弄出来的，就让他收手。对，你给他打电话，跟他说我今天是气话，让他别闹了。有事儿？许燕，鸿城的事是你做的吗？是。为什么？因为鸿城的合同是我给你的，现在我不想给了。许燕，鸿城对我很重要。我知道。许燕，你什么意思？你凭什么撤我女儿的客户？赵女士，你女儿的客户，你确定？那你能不能先别把事情做绝？沈清离，你妈坐在窗台上的时候，
你让我先签，你弟撞了人，我去善后。你妈当着所有亲戚骂我穷鬼，你让我忍。你家把我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别把事情做绝？我那时候没办法。是，你永远没办法，所以现在我也没办法。许愿，你别给脸不要脸！协议都签了，房子车子都给清理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信不信我去你公司闹？你可以来，你们全家围着我签协议，审要组全程录像，如果需要，我会把完整资料交给警方和法院。我删了。云端同步。许燕，明天民政局你一定要去吗？会去。有没有可能再谈谈？没有。那洪城那边呢？依法处理。沈清离，你是律师，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签过的字、做过的事都要付代价。不可能，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明天去民政局之前，必须让他改口。对，明天我们一起去。我就不信他真敢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沈律师，我是律协调查组工作人员，请你明天上午10点到协会接受问询。鸿城集团17亿并购案临时更换代理团队，新负责人疑似神秘商业顾问许燕。许燕，你可算来了！昨天的事儿都是误会。赵女士，请保持距离。你算什么东西？我跟我女婿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第一，我不是你女婿；第二，他是我的司机，也是许氏咨询行政负责人；第三，你再辱骂我的员工，我会报警。姐夫，没必要吧？都是一家人。你欠我的81万6千，今天下午5点前还。什么81万6千？你这是讹人！38万6千事故赔偿，25万创业借款，18万装修借款，还有你用我信用卡刷的6000。那卡不是你给我用的吗？我给你买过早餐，也算授权你透支。许燕，钱的事儿以后再说，你先把洪城那边撤了，清离不能丢工作。他已经丢了，那就让他回去。你跟那个什么韩董说一声，你不是很有本事吗？赵女士，你昨天说我是穷鬼、废物、没种，配不上你女儿。现在你要这个穷鬼帮你女儿回律师。我昨天是着急，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记仇？我不记仇，我只是记账。妈，别说了。许燕，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有什么好单独谈的？你别被他吓住，他就是想拿捏你。你只有5分钟。对不起，这3年我确实做错了很多事。我以为你不说，就是你能承受。我以为我忙事业，回头总能补偿你。我以为你会一直在。你是律师，最不该相信以为2个字。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太晚，但洪城的事能不能先不要追究？律协那边10点要我去问询，如果职业证被暂停，我这几年就全完了。你知道审要组拍了资料发朋友圈吗？昨晚才知道。你知道你把客户材料带回家本身就违规吗？我给你的每一个项目，合同里都写了保密条款。你是主办律师，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愿意承担责任，但能不能不要把我推到死路上？沈清离，你妈坐在窗台上时，你有没有想过，那也是把我推到死路上？我失去的是婚姻，你失去的是职业，这很公平。我们之间真的只剩公平了吗？韩董，许先生，律所行业协会那边已经联系过了。另外，泰和于正真刚才亲自找我，说愿意把沈清离除名，换取洪城保留部分合作。你怎么说？泰和的问题也不小，许先生要是点头，我今天就让审计进场。按合同来，该追责追责，别手软。连泰和你也要动？不是我要动，是他们吃了不该吃的红利，又想把责任全推给你。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靠本事站稳的吗？现在正好看看，离开我给你的客户，还有多少人愿意护你。许燕，如果我从现在开始改，还有机会吗？没有。怎么样？他答应了吗？我们离了。沈清离女士吗？我们是行业纪律调查组的工作人员，请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沈耀祖先生，
你也需要配合说明资料拍摄及传播情况。沈律师，请确认这份并购案初稿是否由你负责保管？是。你是否将纸质材料带离律所，并放置在家中书房？是。是否获得客户书面授权？请回答。没有。这张照片中的文件是否涉及鸿城集团并购项目核心交易结构？涉及。发布者沈耀祖与你是什么关系？弟弟。他是否为案件参与人员？不是。是否签署保密协议？没有。我真不知道那是机密，我就拍着玩儿。我朋友圈就那么几个人。再说我姐是律师，出了事找她呀。沈律师，请注意情绪。抱歉。在调查结论出来前，建议你暂停承接相关业务。鸿城集团已经提交投诉材料，泰和律所也提交了情况说明。他们说了什么？泰和律所称，你个人未经律所审批，将涉密材料带离办公区域，相关行为与律所管理要求不符。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他们不会抓我吧？你别吓自己，拍个朋友圈能有什么事儿？妈，你到现在还觉得没事儿吗？我这不是不懂吗？你是律师，你懂，你处理。我被辞退了，职业证可能被暂停，鸿城要追责，泰和把责任推给我，许烨要你们还钱，你还让我处理什么？那我能怎么办？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嫁给许烨那3年，外面人怎么说你？说你那么优秀，嫁了个没用的男人，我当妈的听了心里难受啊。所以你就逼我离婚，你就坐到窗台上威胁我。我不逼你，你能下决心吗？我哪知道他背后有这么多事儿？想追着你……别吵了，现在要紧的是找人说情。青离，你以前不是认识不少客户吗？让他们帮忙联系鸿城。没人会为了我得罪鸿城。那许燕那边呢？你跟他夫妻3年，总有点情分。对，你给他跪下也行。女人服个软，他还能真不心疼？你昨天让他滚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会不会心疼？王总，沈律师，听说你最近有些情况，我们公司那个股权局力项目暂时不麻烦你了。王总，项目已经推进到第3阶段。我知道，但我们董事会比较谨慎，后续我们会换团队。沈律师，不好意思，我们合同审查先暂停。青离啊，你先处理自己的事儿，合作以后再说。妈，又怎么了？有人在网上发帖子，说我姐靠老公资源上位，离婚当天被客户抛弃。谁发的？是不是许燕？我去找他。你还想干什么？我去骂他。这毁了你还不够吗？是你毁了我。鸿城是他给我的，房子是他买的，车是他买的，弟弟闯祸也是他赔的，你借钱装修也是他给的。你们把他的好当成没用，把他的忍当成窝囊。现在他不忍了，你们又怪他毁了我。你为了他吼我？我不是为了他，我是终于看清了。许燕，你来这里做什么？许总代表鸿城和许氏咨询提交补充证据。姐，法院的人去家里了，他们说房子被申请财产保全了。房子我已经按协议给他了，我申请财产保全，保的是你们欠我的钱，不是抢他的房。什么叫保我们的钱？你欠我的81万6千，你母亲欠我的18万，还有你们以装修、买车、周转名义从我这里拿走的其他款项，邹律师会逐笔核算。那都是一家人之间的钱。现在还是一家人吗？赵女士，再阻拦我们会挺安保。没天理了！前女婿要逼死丈母娘了！你们都看看啊，他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老周，徐总，把他刚才的话录下来，连同昨天窗台视频一起交给邹律师。妈，别喊了，他真会搞的。谁呀4S 店，他们说贷款拒了，车要我补全款。多少钱？70多万。你买什么车要70多万？我姐以前不是说我以后创业要有牌面吗？我什么时候说过？你没说，可你也没反对啊。因个人原因及客户投诉影响，请沈清离于今日下午5点前完成办公室物品清退，门禁权限将于6点关闭。青离，怎么了？
我要回律所拿东西。你还有心思拿东西？房子都要保不住了。房子不会立刻没，可我的工作已经没了。姐，那我怎么办？律协那边会不会追究我？你自己承担。我是你弟呀。许岩也是我丈夫，我也没护住他。天河律所被鸿城集团启动合同审级，疑涉重大客户管理漏洞。庆黎，你现在立刻来律所。鸿城审计组刚进门，他们点名要查你经手的所有项目。经理，你来了。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这些都是你过去3年负责的鸿城项目，审计组要求逐项说明资料流转情况。沈律师，我们需要你提供所有项目底稿的交接记录、客户授权记录、外带审批记录。有些早期项目当时流程不完整，是不完整还是没有？薛总，泰禾一直有内部管理制度。那请于主任把审批记录拿出来。目前我们查到，鸿城早期3份重大项目底稿均由沈律师个人邮箱中转，泰禾服务器无完整留痕迹。请问这是律所授权还是个人行为？经理，你怎么能用个人邮箱传客户文件？主任，当时是你让我先处理。你有证据吗？没有，那句话是在茶水间说的，没有邮件，没有录音，没有任何书面确认。此外，鸿城认为泰禾在部分项目中存在超范围留存资料的问题，这不只涉及沈律师个人。薛总，这话不能乱说。所以我们才来审计。于主任，许氏咨询的人到了。徐总，继续。徐总，目前泰禾无法提供3份外带审批，2份资料销毁记录缺失，另有4个项目的备份文件仍保存在沈律师私人设备中。私人设备？你的个人笔记本电脑曾多次登录泰禾内部系统，并下载鸿城项目资料。那台电脑是我在家加班用的，资料没有外传。沈清黎，你觉得没有造成后果就不算问题吗？徐总，庆黎确实有疏忽，但泰禾愿意全面配合整改。鸿城和泰禾合作多年，不必因为一个人的问题全盘否定。于主任，当年鸿城为什么选泰禾，你应该清楚。我给你们机会，是因为沈清黎在这里，不是因为泰禾不可替代。徐总，当年合作确实都给您牵线，但泰禾这些年也付出了很多。付出不等于可以违规，更不等于出了事就把人推出去。鸿城决定暂停与泰禾全部新增合作，存量项目进入审计清算，涉及违约责任的部分，后续有法务另行通知。沈律师，你的私人设备今天下午前交给绿燕和鸿城做取证，如果你拒绝，我们会申请保全。我不会拒绝。徐总，凡事留一线。于主任，我留过，你们没珍惜。沈清黎，你看看你惹出来的事儿。主任，你刚才说是我一个人的问题，那我能问一句吗？当年鸿城第1份合同进泰台时，你为什么没说那是许燕的资源？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有，至少我知道我曾经被谁捧起来，又被谁推下去。我的东西我会清走，我的责任我会承担，但泰禾的责任也别想全扣到我头上。沈清黎，你还想不想在这个行业待下去？你们不是已经不让我待了吗？沈律师，这是你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行政说不让你单独进去。沈律师，还有一件事，于主任刚才让人整理材料，他准备向律协提交新的说明。人说当年鸿城项目所有资料管理都由你个人负责，如果出事，律所不知情。沈律师，我只能告诉你这些，再多我也帮不了你。谢谢。其实大家都知道，当年很多事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可现在鸿城查得太狠，没人敢说话。我知道。沈律师，请问你是否因泄露客户信息被泰禾辞退？网传你前夫许燕才是鸿城资源的真正提供者，是真的吗？你母亲逼你离婚，是不是因为不知道许燕身份？审要组发的朋友圈泄密是否会涉及刑事责任？清黎，你快回的人还在家里，他们说要登记屋里的贵重物品，你弟快吓死了。我马上回去。还有，你爸说不能再坐以待毙，他联系了一个媒体朋友，准备把许燕以前吃软饭的事儿曝光出去。你说什么？你爸也是没办法，现在网上都骂我们总得反击啊！反击什么？说房子是许燕买的，说车是许燕买的，说鸿城客户是许燕给的，还是说你坐窗台逼他签离婚协议？那也不能让他这么欺负我们。妈，你们要是敢找媒体乱说，
这件事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爸，你是不是联系媒体了？你还有脸问？你要是能把许燕哄回来，我至于想办法。你发了什么？当然是发真相。许燕入赘3年，靠你吃饭，现在翻脸不认人，逼丈母娘，毁前妻事业。你疯了！沈先生，如果您已经对外发布不实信息，我建议您立刻删除。你吓唬谁？我说的是事实，事实需要证据，而许先生手里有完整的资金流水、项目介绍记录、聊天记录、视频和录音。如果您继续扩散不实内容，我们会同时提起名誉侵权诉讼。你们还想告到什么时候？姐，沈耀祖先生，请你现在到城南所配合调查。调查什么？关于你拍摄并传播鸿城集团涉密项目资料一事，相关材料可能已被第三方获取，请你立即到场。只是拍个朋友圈，怎么还要去城南所？姐，救我！你是律师，你救我呀！我现在自身难保，那我怎么办？沈先生，建议你如实说明，不要删除数据，不要串供。青离，你跟载多说，只要他不追究，这事儿就能压下去。爸，你刚刚还在联系媒体骂他，那不是还没发出去吗？已经发出去了。稿子一推，热度起来了。前妻家属爆料，许燕婚内吃软饭，离婚后疯狂报复。发了就发了，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人。许先生让我通知各位，名誉侵权诉讼材料已经递交。另外，警方那边也会同步调取沈耀祖的视频原件。沈耀总在吗？请跟我们走一趟。同志你好，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儿子就是发了个朋友圈，他什么都不懂。是不是不懂？需要调查后确认，请沈耀祖配合。姐，你救我！同志，我儿子没有犯罪，你们这样把人带走不合适吧？我们只是依法传唤配合调查，如果拒不配合，后果会更严重。沈先生，我建议你们配合。现在问题的重点不只是朋友圈，而是相关资料是否被第三方获取，以及是否造成客户商业秘密泄露。如果继续拖延，只会加重风险。耀祖，你别怕，你就说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赵女士，当着城南所工作人员的面教唆他人做虚假技术，不太合适。姐，你一定要救我！你怎么能让他们把你弟带走？你不是律师吗？你怎么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现在连自己的职业证都保不住，那还不是因为许燕？他要是不追究，能出这些事儿吗？妈，是你们先逼他离婚，是耀阳先拍了资料，是爸先联系媒体造谣。我不管，你去求许燕，你跪也好，哭也好，把耀祖弄出来。邹律师，许燕现在在哪里？沈女士，许先生没有义务向你报备行程。我知道，我只是想见他一面。我可以转告，但许先生见不见是他的决定。谢谢。没用，一个个都没用。你有用，不是你找媒体，事情会变成这样吗？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于主任刚刚把一份补充材料交给律协了，他说鸿城所有涉密文件都是你私自带走的，而且他还附了一份你的签字确认。沈律师，于组长在2号会议室等您。真来了，鸿城的人也在里面，听说他门禁都要停了。沈律师，这是泰和律所提交的补充说明，你先看一下。这份文件是假的。你确认？确认。你是否能提供相反证据？这张确认单上的日期，我当天在外地开庭，上午9点到下午4点，我都在南城中院，庭审比例和出庭记录都能证明。请你尽快提交相关材料。经理，你别怪我，那份签字确认单是谁做的？你说话要有证据。我当天在南中法院开庭，你伪造文件之前，连我的行程都没查清楚吗？就算那张单子存在瑕疵，也改变不了你违规带材料回家的事实。
所以你承认他有问题？我没这么说。主任，你怕洪城追责，怕律所出事，怕合伙人席位不稳，所以你想把我推出去。我能理解，但你伪造签字就不是甩锅了，这是犯罪。沈经理，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威胁我？你已经被泰禾辞退，洪城不要你，客户躲着你，律协也在查你，你现在连行业都未必回得来。我失去工作，不代表我失去脑子；我被调查，不代表我不能反击。你最好祈祷这份假材料和你没有关系。反击？你拿什么反击？沈女士，我是许氏咨询风控部负责人古南，徐总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什么？于正廷提交的那份外带确认单，许氏已经发现异常。原始电子模板来自泰禾行政系统，下载账户不是你的。徐总还说，你自己的错自己承担，别人往你身上栽的赃，也别蠢到一起认。谁的电话？许氏风控部。主任，你刚才问我拿什么反击，现在答案来了。于主任，洪城审计组刚刚调取了泰禾行政系统日志，有些问题可能需要你亲自解释。薛总，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份确认单的生成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46分，沈律师那时候正在接受律协通知，而登录账户是你的助理账号。于正廷先生吗？我们接到报案，涉及伪造证据材料，请你配合调查。徐总今晚9点在许氏咨询总部，有10分钟时间见你。沈女士，请稍等。许烨，10分钟。于正廷的事，谢谢你。不是帮你，泰禾伪造材料会影响洪城审计结果，我只是让事情回到它该在的位置。我知道，我今天才知道洪城最早的合同是你给泰禾的，其实不只是洪城，对吗？你手里几个重要客户，当初都有我的牵线。为什么从来不说？我说了，你会信吗？对不起，我欠你这句话欠了太久。道歉我收到了，其他不必说。我没有想让你立刻原谅我，我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也知道很多事回不去了，我只是想亲口告诉你，我以前真的错了。沈清离，你最大的问题不是错，你妈羞辱我，你知道她不对；你弟闯祸，你知道他该负责；泰禾流程违规，你也知道不合规，但你都让事情过去了，因为那样最省事。你现在的结果，不是因为我报复，是所有被你放过去的问题，终于一起回来找你。那我还能做什么？该配合调查就配合，该赔偿就赔偿，该和沈家切割就切割，别再把哭和后悔当成解决办法。如果我做到这些呢？那是你自己的人生，和我无关。时间到了。你这3年有没有哪一刻真的想过继续和我过下去？有过，但都被你们耗完了。沈清离，你弟出事了，他在城南所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了。清离，你总算来了，你快进去跟他们说清楚。耀举什么都不懂，他都是听你的。你说什么？妈不是那个意思，妈是说那些文件本来就是你的，耀祖只是拍了一下，他哪知道严重不严重？清离，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是律师，你知道怎么说对耀祖最有利。只要你承认文件是你没收好，耀祖最多就是无心之失。那我呢？你本来就已经被调查了，多一件少一件有什么区别？清离，你弟还年轻，他不能留案底。你就不一样了，你有本事，哪怕现在出点事儿，以后也能东山再起。妈，我也是你的女儿，
就是因为你是我女儿，我才求你。你弟要是真出事，我和你爸怎么活？沈清离到了吗？我是。进来配合说明。姐，沈耀祖说，他拍摄那份材料是经过你默许。他还说，你曾经让他帮你发朋友圈造势，向外界展示你手里的大项目。我让你发朋友圈造势？姐，我也是没办法，他们问的太细了，我不这么说，我怎么办？所以你就把责任推给我。那资料本来就是你带回家的，你要是不带回家，我能拍到吗？再说你以前不是也说过，律师要有影响力，要让客户知道你厉害。我说过这句话，可我没让你拿客户机密发朋友圈。请正面回答。我从未授权沈耀祖拍摄、传播、展示任何客户资料，我也从未让他以我的项目为内容进行宣传。资料带回家是我的违规，我愿意承担职业纪律责任，但沈耀祖拍摄和传播是他个人行为。姐，你不能这么说。那我应该怎么说？说是我让你拍的，说是我让你发的，说是我让你把项目内容拿去跟朋友炫耀的。我没有炫耀。沈耀祖，你刚才陈述中没有提到，你除了发朋友圈，还将原图发给过一个微信名为连哥的人。解释一下。那是我朋友，他做投资的，他问我姐是不是在做大项目，我就随手发了。对方是否向你支付过费用，或者承诺给你利益？没有，真没有。他就说以后有赚钱机会带我。赚钱机会？这项目不小，你姐厉害啊！里面标的公司要是确定提前知道消息能赚一笔，梁哥你懂就行，回头带我喝汤。我就是开玩笑，我哪懂什么内幕消息？是否开玩笑，不由你自己判断。对方目前已经被传唤，后续会核查是否存在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或传播商业秘密的行为。姐，你帮我解释啊！我解释不了，你做过什么就说什么。你就是不想救我，你现在为了许燕，连亲弟弟都不要了。这和许燕有什么关系？要不是他追着不放，谁会查到这些？他不就是想报复我们吗？你还替他说话？没有人追究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没错；有人追究了，你觉得别人太狠。耀祖，你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做错过。情绪不要激动。沈清离，你可以先出去等候。姐，你要是不救我，我就把你也拖下水。随你。怎么样？你跟他们说了吗？说了。你承认是你让耀祖拍的了？我说了实话。你怎么来了？梁志明被带来之前，许氏风控查到一笔异常交易，和红城并购标的有关。如果查实沈耀祖把资料卖给别人，这件事就不是民事纠纷了。许燕，你别乱说，耀祖再糊涂也不可能卖资料。你觉得不可能，有用吗？沈耀祖在资料外传后2小时，收到梁志明转账3万元，备注是咨询费。3万块算什么卖资料？朋友之间转个钱不行吗？转账当天，梁志明名下账户买入了并购标的关联公司的大量股票。第2天，他又通过2个亲属账户追加买入。红城项目虽然未正式公告，但内部交易结构已经足以影响市场预期，这就是问题。我不懂这些，我们家也没拿什么大钱。许燕，你不能因为3万块就毁了耀祖。我毁不了他，能毁他的是他自己。你今天来就是看我们笑话。我是红城与许氏的负责人之一，客户商业秘密一一私料，我到场配合调查，不是为了你们。梁志明那边确定了吗？还在查，但他的交易时间太巧，沈耀祖发图，梁志明买入，媒体爆料前，梁志明又清掉了一部分仓位。如果不是巧合，他会把沈耀祖咬出来。沈耀祖家属先不要离开，后续可能需要进一步核实情况。长官，我能不能进去看看我儿子？他胆子小。现在不方便。沈哥，你那稿子惹麻烦了。许氏那边律师函已经发到平台和我们公司，平台要求我们提供爆料来源。
沈先生，你联系媒体发布不实信息，已经造成名誉损害，后续你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你知道的未必是真的，你传播的已经被证据推翻，这就是区别。你还站着干什么？你去求他呀，他现在肯定有办法。你到底有没有良心？耀祖是你亲弟弟，你就这么看着他出事？妈，你让我求他什么？求他说商业秘密没泄露。你们不是夫妻3年吗？他以前那么听你的，已经不是了。那我们家怎么办啊？许燕，如果后续调查需要我配合，我会配合，我私人设备也会交出去，我不会再逃避。希望你说到做到。还有，沈耀祖推给我的部分，我不会认，我自己的错我承担，不是我的，我也不会再替任何人背。这句话，你早3年说就好了。你不帮你弟，不求许燕，还跟他说什么配合调查？你是不是恨我们？这个家什么时候管过我？我结婚3年，你们把许燕当外人，她出钱出力，你们说她没用；她不出声，你们说她窝囊。我每次让她忍，都是因为我觉得家里更重要。可现在呢？你们让我替沈耀吉顶罪，让我去求我刚离婚的前夫，让我把最后一点尊严也拿出去换你们安心。你这是要跟家里断绝关系？如果你们还想让我替谁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那就当是吧。沈清离，你敢！因案件涉及商业秘密外泄及第三方交易，请沈清提继续配合调查，并暂缓所有职业恢复申请。红城并购案一线信息泄露，关联账户异常交易被监管部门关注。沈耀祖闯的祸，已经不只是毁掉我的职业那么简单了。沈律师，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方便。太和内部乱了。于主任昨晚被带走配合调查后，合伙人委员会连夜开会，他们准备把更多责任往你身上推。还有什么？他们找到了你以前签过的一些项目交接单，可能会说你长期私自管理客户资料。另外，有人提议向行业内发一份风险提示。风险提示？就是提醒其他律所和客户与你合作存在合规风险。你快想办法，要是这份东西发出去，你以后真的很难再做律师了。谢谢你，小陈，你别再冒险给我传消息了。太和要把我定死，就一定会挑对他们有利的材料。我自己这几年确实有违规和疏忽，但我不能让太和把制度漏洞、管理失控和伪造材料全压到我一个人身上。邹律师，沈女士，这是许先生让我转交的资料副本。什么资料？许氏风控整理出的太和行政系统异常日志，其中包括于正廷助理账号下载外带确认单模板的记录，这些与红城投诉无直接冲突，可以作为你自证被伪造材料的辅助证据。他为什么给我？许先生说，他追究你该承担的责任，但不接受别人借他的刀杀不该杀的人。替我谢谢他。另外还有一件事，沈耀祖昨晚的陈述里提到一件与你有关的事。什么事儿？他说，你曾经把一枚个人私章放在家中书房，他拿去用过。初步查到，他用你的私章替一家小公司出具过法律意见函，函件带头不是太和，但署名使用了你的名字。我完全不知道。许氏目前也只是从梁志明那边查到线索，那家公司和梁志明有关。如果函件涉及虚假背书，你会被牵连。沈女士，我建议你立刻向绿电和警方说明，同时检查你所有印章、签名文件、电子证书使用情况。我会。邹律师，许燕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许先生不是神，他只是比你们更早开始查。也是。沈律师，你弟弟欠的钱该有人还了。今天下午6点前还300万本金，下加42万利息，否则我们去律协、去你家、去你前夫公司要说法。
经理，你总算来了，你快想办法呀！他们说耀祖可能要被拘留。我的私章是不是你们拿的？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有人用我的私章盖了一份300万借款合同。什么300万？爸，你知道吗？我不知道。经理，你别进去乱说，耀宇现在已经够麻烦了。所以涉案公章真是你拿的？我没有，我就是看见他放在沈家书房，怕你弄丢，替你收了一下。收到了哪里？后来耀祖说他朋友公司需要盖个证明，他说只是走个形式，我哪懂那些东西。耀祖说他要创业，人家要看法律文件才肯投钱。我想着你是他亲姐姐，帮弟弟一把不是应该的吗？所以你拿私章给沈耀祖做担保？不是担保，耀祖说不会有事，他说梁志明只是先做材料，钱很快就能回来。沈清离来了。我要补充报案，我的个人私章疑似被盗用，涉及伪造签名、借款合同和可能的非法担保。清离，你不能报案，你报案耀祖就完了。他拿我私章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今天。你怎么这么狠心啊？你弟都在里面了，你还要往他身上加罪？妈，你昨天让我替他顶客户泄密，今天你又让我认300万借款，明天呢？明天是不是有人让你把我的职业证、我的房子、我的命都拿去给他，你也会觉得理所当然？清离，家里出了事，先一致对外。你现在报案就是让外人看笑话。外人是谁？许燕吗？绿协吗？警方吗？还是那些被你们骗了的人？你怎么跟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只按法律说话。你们如果也参与拿章、盖章、借款、隐瞒，我会如实说明。姐，你来了。这份借款合同是怎么回事？什么合同？你继续装。沈耀祖，解释一下。我不知道，这是梁志明弄的，我只是把章借给他看一下。私章还能借给别人看一下？姐，我真不是故意害你。梁哥说他有个项目差点钱，他说只要有你这种金牌律师的背书，资金很快就能下来。他答应给我1成好处。我想着你那么厉害，盖个章也不会有事儿。所以300万是真的？钱没到我手里，只给了我10万。10万在哪里？我还车贷了。私章是谁给你的？是妈给你的，对吗？回答。是妈拿的，但她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她就是让我别把姐弄麻烦。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会麻烦我，他们只是觉得只要我不知道就不算麻烦。耀成怎么说？他说章是你给的。他胡说，我只是替你收着。你不能走，你得留下来处理。债主都找到我们家来了。谁找到家里了？就几个要钱的人，他们说如果今天不还钱，就在小区门口拉横幅。沈律师，你弟弟用你的章借的钱，你别想撇清。合同涉嫌伪造，我已经报案。报案？你以为报案就不用还了？沈律师，你那套房子不错，你妈已经把房产证复印件给我们看过了。今晚12点前看不到钱，我们就去你家门口等，到时候全小区都会知道金牌律师欠钱不还。你还给了他们房产证复印件？我那不是想着给耀祖撑撑场面吗？沈律师，你可算回来了。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法治社会。我已经报警，如果你们继续威胁、骚扰、堵门，我会再次报警。你弟收了钱，你妈也在场，现在你一句伪成就想赖掉？你在场？我没有，我就是跟耀祖去了一趟，他们让我签个见证，我没签。赵阿姨，你这话说的可不厚道。当时你可是说沈律师是你女儿，出了事儿他肯定认。你还说过这句话？我那不是为了让人家放心吗？耀祖说只差最后的真会一步，我哪知道他们追债。行，
沈律师，你要玩硬的，我们陪你。不过你最好想清楚，梁志明现在失联，钱是你弟拿的，章是你的，我们收不到钱就只能走法律程序，到时候你那套房子谁也别想安生住。对了，你弟可不只欠我们一家。不知道会这样，我就是想帮耀勇，他是你弟呀！从现在开始，你们把所有和沈耀祖借钱担保、开张、签字有关的事儿全部说出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也一样，你知道多少，说多少。我不知道。出了事儿他肯定认。我已经录音，你们不说，后面查出来，我不会替任何人解释。还有一笔，多少？80万。耀姐说是给工作室交保证金，用谁成名义？你的。还有呢？我真不知道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不是说就一次吗？你现在怪我？耀祖找你要钱的时候，你不也给过身份证复印件吗？身份证复印件，那是他办公司要用。用我的身份办公司。青耀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沈清黎，成立时间今年6月，经营范围法律咨询、企业管理、投融资信息咨询。股东信息：沈清黎持股90%，沈耀祖持股10%。谁办的？耀祖说你以后被律所管着不自由，先给你开个公司备用。他说你肯定会同意。我肯定会同意。所以你们就拿我的身份证、我的私章、我的名字开公司、借钱、盖文件。我们是一家人啊，家里人用一下你的名字怎么了？有人未经我本人同意冒用我的身份注册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对外出具法律文件。你疯了！你这是要害死耀祖！你还是不是沈家人？从你们拿我的名字去借钱那一刻起，我就不是了。沈清黎，你别把话说绝。我明天会搬出去。你搬出去？你要去哪儿？这套房子暂时在保全里，我不会和你们继续住。后续所有债务、调查、诉讼，我都会按证据处理。那我和你爸怎么办？你们不是还有耀祖吗？沈清黎女士在吗？青耀法律法菌服务有限公司涉嫌冒用身份注册，初步核查，涉及投资人资金不低于8000万。如果青耀法律附菌服务有限公司真的被用来给梁志明的融资项目背书，那我面临的就不只是律协处分、客户投诉和债务纠纷，我很可能会被卷进一场非法融资骗局。哪怕我从未参与，只要我的名字、私章、身份信息出现在文件里，我就必须一项一项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顾先生，沈女士，徐总让我通知你，梁志明已经被控制。他承认利用青耀法律法菌服务有限公司对外背书，但他声称沈耀祖只是中间人。他有没有提我？他说，真正提供法律意见的人是你。梁志明那种人，出了事一定会把责任往更有价值的人身上推。一个沈耀祖不够挡刀，一个金牌律师沈清黎才够。他手里有几份盖章文件，还有一段录音。什么录音？录音里，沈耀祖说，我姐是泰和金牌律师，红城的案子都是他做的，他点头的事儿不会出问题。我会提交我不知情的所有证据。徐总还让我提醒你，别再相信沈家人会主动说实话，尤其是你母亲。5月17号下午，你在外地开庭，你母亲和沈耀祖一起离开小区，沈耀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文件袋。5月17号，正是那份法律意见函落款的前一天。同一天晚上，你母亲收到梁志3名转账5万元，备注是茶水费。徐总建议你立刻向警方说明这笔转账，如果你母亲继续隐瞒，后续很可能把你拖得更深。我知道了。清黎，妈吓死了！你快告诉妈，8000万那个事儿和我们没关系，对不对？5月17号，你和沈耀祖拿我的私章出去见了谁？梁志明给你转了5万，备注茶水费。什么5万？那是你卖我名字的钱吗？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是你妈！所以我更想知道，你为什么能这么做？我那时候也是没办法。耀祖说，只要这件事成了，他就能拿到投资。
他以后就不用靠你了。梁志明说给点辛苦费，我想着不用白不用，我哪知道会牵扯8000万。你不知道8000万就可以拿我的章，你不知道违法就可以收钱，你不知道后果就可以把我推出去。妈错了，妈真的错了，但你不能不管妈呀。你错不是因为你伤害了我，你错是因为你发现事情收不住了。沈清离，你够了，她是你亲妈。爸，你知道这5万吗？你也知道，所以你们全都知道有钱，全都不知道后果。你要干什么？补充报案！不要，妈求你，你不能把妈也送进去。我没有送任何人进去，我只是把你们做过的事说出来。我要补充说明，5月17号有人拿走我的私章，并收到梁志明转账5万元茶水费。你真是疯了！可能吧，我早该疯一次。沈清离，你会遭报应的。你连你妈都害！爸，这是你第一次打我，也会是最后一次。你走了就别回来！我本来也不会再回来。因新线索涉及冒用身份注册个公司及非法融资背书，请沈清皮于今日下午2点接受联合问询。梁志明提交了一份所谓补充证据，他说青药公司的成立，许燕也知情。红城信息泄露案升级，神秘顾问许燕被牵涉非法融资背书疑云。那份证据是什么？梁志明提交了一张聊天截图，截图里沈耀祖说清月公司背后有许氏资源，徐总点过头。那是假的。截图未必是假的，但内容是否真实是另一回事儿。沈耀祖确实可能说过这种话，他最擅长的就是拿别人的名字给自己撑场面。下午的联合问询，徐总也会到场，你只需要如实说明。我知道。你放心，我姐是泰和金牌律师，红城的案子都是她做的。我姐夫那边也有资源，许氏咨询你知道吧？那都是自己人。沈律师，录音中提到的内容，你是否知情？不知情。青药法律法菌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我不知情；使用我私章出具文件，我不知情。沈耀祖以我的名义，也许燕的名义对外承诺，我均不知情。许燕更不可能知情。沈耀祖说过，许燕会帮忙。他说许氏能给项目做背书，我以为他们是一家人，所以才相信。你相信的依据是什么？一家人之间的口头承诺，还需要什么依据？我问的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知道？沈耀祖说的。第一，许氏咨询从未与青药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第二，青药公司注册期间，许氏法务系统没有任何关于该公司的合同、邮件、审批和付款记录。第三，许氏风控在发现青药公司冒用沈清离职业身份后，第一时间向监管部门提交线索。这是许氏内部风险记录，记录时间在梁志明所谓爆料之前。也就是说，不是许氏被查后撇清关系，而是许氏主动发现异常并上报。可沈耀祖说，你以前给沈清离介绍过红城客户，你们本来就有利益关系。你拿这2件事混在一起，是想让谁替你坐牢？梁志明，你向赵美兰转账5万元，向沈耀祖转账10万元。此外，你名下账户在收到青药必书文件后，引入多名投资人资金。你所谓许燕知情，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我承认，我在红城项目资料管理中存在严重疏忽，我愿意接受律合和客户追责。但青药公司的注册、融资背书、私章盗用、虚假法律意见文件，均非我本人行为。我请求依法查清。许燕，对不起，不是你签的，又把你牵进来了。但根源是你以前一直让他们觉得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人生当筹码。我知道。许燕，你现在满意了？美兰被带走，耀祖被扣着，清理也完了，你非要把沈家逼死才甘心吗？沈先生，你们沈家还没到死的时候，只是终于到还账的时候。你别太得意，清理再怎么也是你前妻，所以我没有让不该他背的锅压死他，这已经是我给他最后的体验。爸，够了！你还帮他说话？我不是帮他说话，我是终于不想再帮你们说谎了。沈律师，关于红城项目资料外带及保管不当，已存在明显职业纪律问题。
考虑到泄露行为并非由你主动实施，且你后续主动配合调查，提交关键证据，律协拟对你作出暂停执业1年、公开处分，责令参加职业伦理培训的处理。我接受。你还有申辩意见吗？没有，我确实犯了错，这个结果我承担。青离，妈知道错了，你能不能来看看妈？药晨那边律师说情况不太好，梁志明把好多事儿都推给他，你不能不管你弟。我会给他请一名合规的刑事律师，付律费从我个人账户出。除此之外，我不会替他做伪证，不会替他找人压案，也不会替他承担不属于我的债。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只是变回一个有底线的人。那我呢？我是你妈，我也被查了，你就不能说那5万是你让我收的吗？妈，这是你最后一次问我这种话。如果你再让我替你撒谎，我会把这通电话录音一并提交。沈清离，你真要这么绝？我不绝，我只是不会再替任何人沉下去。这套房子是许燕买给我的，我以为这是自己婚姻里的保障，可现在我才明白，保障从来不是一套房子，是一个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而你却没有好好珍惜。邹律师，我想把这套房子挂牌出售。沈女士，房产目前有保全，需要先处理相关债务和权利限制。我知道，卖房所得优先清偿许燕替沈家垫付的款项，名誉侵权赔偿，洪城和许氏确认的合理损失，剩下的如果还有，我再处理。我会转告许先生，不必用愧疚做决定。不是愧疚，是我终于想自己承担一次。姐，我错了。你想说什么？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律师我已经请了，他会在法律范围内帮你。我不是要这个，你去求许燕，他只要说不追究，洪城那边也许就能松口。耀祖，你到现在还觉得别人松口你就没错了吗？你好好配合调查，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句话。许先生是洪城多年重要顾问，这次危机能够及时止损，离不开许氏团队的专业判断。许总，回公司吗？许先生，沈女士那边的房产处置已经完成，扣除必要债务赔偿和诉讼费用后，还有一部分余额。她说，余额她会用于偿还你婚内替沈家垫付但未列入诉讼的其他款项。她自己留着吧。我劝过，她说不是还给你，是还给过去那个一直替沈家善后的人。按程序办，别额外照顾，也别为难。姐，我错了。你想说什么？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律师我已经请了，他会在法律范围内帮你。我不是要这个，你去求许燕，他只要说不追究，洪城那边也许就能松口。耀祖，你到现在还觉得别人松口你就没错了吗？你好好配合调查，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句话。许先生是洪城多年重要顾问，这次危机能够及时止损，离不开许氏团队的专业判断。许总，回公司吗？许先生，沈女士那边的房产处置已经完成，扣除必要债务赔偿和诉讼费用后，还有一部分余额。她说，余额她会用于偿还你婚内替沈家垫付但未列入诉讼的其他款项。她自己留着吧。我劝过，她说不是还给你，是还给过去那个一直替沈家善后的人。按程序办，别额外照顾，也别为难。在律师执业资格暂停期间，我在一家制造企业做合规助理。经理，你这也太谨慎了吧，就是个补充协议。沈律师，我还是习惯这么叫你。谢谢。泰和又走了2个合伙人，于正廷那边听说情况不太好。赵美兰和沈德海呢？我爸因为名誉侵权和提供虚假材料赔了一笔钱。我妈取稿后一直住在亲戚家。沈耀祖的案子还在走程序。他们还找你吗？
找，我换了号码，只留了律师联系方式。你真的跟家里断了？不是断了，是把边界立起来了。他们如果生病需要合法赡养，我会承担；他们如果要我顶罪、还债、撒谎，我不会再管。唉，这样也好。徐总，要停车吗？不用。许燕，我把该还的都还完了，以后我会好好过。人生南北多歧路，卿向潇湘，我向秦。1年后，我和小陈合伙开了一间小型合规工作室。青离，这墙上的规矩你也定得太严肃了吧？摔过一次，就该知道哪里不能再踩空。愿你以后不再把忍让误认成爱。许先生，过去的事都处理干净了吧？处理干净了。那就好。人啊，还是要往前看。Become too sad.